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咱们上传那个节目，就是大连工业大学女生被校方开除这件事情呢，我就说了，肯定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然后我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了大家，我说校方这样开除她，然后上升到国格，我觉得超过了，所以我不同意。然后有的网友指出我了，在此呢，我非常感谢大家指出我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原来不知道他被开除是因为他旷课，因为之前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事情发生了。后来可能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因为他照片、视频啊在网上被那个渣男公布之后，他不敢回学校上课，也就是说他旷课半年了。那这个情况下，如果按照校规把他开除，我觉得校方这样决定没有问题，我是赞成的啊。因为我原来不知道这点，我以为啊校方是因为他个人生活问题与那个乌克兰渣男一夜情之后被学校开除，然后上升到国格，所以我反对啊。那么总结一下，如果校方是因为他旷课被开除，我肯定是赞成大连工业大学校方的做法。但是即使这样，他上升到国格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反对的。但是每个人，我觉得在这样言论自由的社会，有自己的观点很正常啊。第二个，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最近比如说一两年吧，我喜欢，比如说戴有中文的这种帽子，或者我喜欢穿有中文的衣服，我一直特别反感。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大部分嘛，都是穿有英文的那个字母啊这种衣服，这是种时尚吗？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们有5000年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自信一点呢？所以呢，我一直在找有中文的这种衣服，而且我穿出来，我敢当着全世界的面穿出来，这是一种自信。比如说我今天穿的，我就觉得很好啊。今天咱们讲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也有意思。大家肯定还记得，我上段时间在德国的时候，我从柏林到汉堡去，跟北京小叔见面了。他是另外一个频道的博主，可能我们俩的世界观不是特别一样，但是我觉得，既然他到了德国，跟我联系了，我作为地主之谊嘛，肯定要去见面，对吧？我们就录制了对话的节目。其实录制的东西几乎都一样，但是我发现，我前段时间已经及时把与他这个录制的东西啊，把它放出来了，可以说一刀不剪。我昨天晚上看见呢，他也放出了我与他一起面谈的节目。我发现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咱们节目德国之声频道下面的，还有北同下面的谈话的内容几乎一致，但是网友的留言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北同的昨天晚上上传这一期，我发现下面网友评论啊，好像绝大部分或者大部分嘛，都是特别讨厌我的，说我这个人怎么样精分呢，或者是我这个人呢是小粉红或是老粉红，反正各种谩骂的语言都有，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几条我认为特别有意思的这些网友对我的评论啊。因为等一下我要看电脑，所以我的眼睛不能时时看着那个摄像头啊。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北同，也是北京小叔他这个频道啊，与我一起对话的场面。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些网友留言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有的人说是一出国就爱国，这点我也赞同啊。很多人越在国外久了，就对国外了解越深，那么对自己的祖国就越热爱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吧，这个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所谓的德国之士是个大外宣，他是属于那种明知什么故意带节奏的那种最坏的一类。他背后是拿钱的，我不知道。你说的背后拿钱，谁给我钱？你有证据吗？你敢给我赌咒吗？如果你说我背后拿了钱，我真的拿了钱的话，我可以跟你赌咒，我就说你祖宗18代没有任何好处，你全家死光，你敢这样说吗？不合你理念的就是拿钱的，就这样逻辑的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人说：“放心吧，德国会再次崛起 ，DNA 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有德国 DNA 啊？不知道。这位北京小叔的网友说：“妈呀，跟他录制视频前有做过功课吗？这位身在德国骂德国捧中的流量始祖。”对不起啊，什么时候我身在德国了呢？我1994年才去德国的，在中国国内我读过大学，
我还经历过北京的学运89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出生在德国了？他说是骂德捧中的流量始祖，天哪！还说把张口就来的无耻感演绎得炉火纯青。好，这里说，快10年前就听他说要改国籍回中国生活。朋友们，咱们的频道德国之事是2019年才开始经营的，2019年到现在才6年。我相信从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说过要改国籍吧，对吧？要改国籍，下定决心，肯定最多就4年，怎么到他口里就变成了10年前了呢？还有这个，全世界的芬太尼大部分都是 Made in China， 这就是典型的用西方的话语术来回复啊，对吧？你看特朗普就说了吧，芬太尼是中国制造的，你中国应该管好芬太尼呀。但是芬太尼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北京小说的网友并没有理解，它是一种药物，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药物原材料，而且它是药物，止痛用的。但是到了美国或者到了墨西哥，你美国墨西哥管不了这个芬太尼，然后被人家制成毒品了，你怪谁呀？美国那么多瘾君子，你自己管不了，还怪中国出口这个原材料给你？就像美国从中国进口那卫生纸啊，美国人擦屁股用的卫生纸，难道你美国人拉不出屎，也怪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吗？好在有的网友他跟我的观点差不多。一般来说，我发现啊，与我观点差不多的，就是在国外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说这位网友，我也要从美国撤出来，美国和德国在3%期癌症，就说癌症中晚期了。他的想法与我一样，我相信他也是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了吧，也看清了西方，看清了美国是怎么样的一个体系了吧。另外我在视频当中说过，对比德国，中国有哪些好处？我就说，比如说在中国生活特别便利啊。然后呢，这位网友说国内便利，我感觉除了打车和订外卖，没有别的便利。我相信这个人绝对是没有在欧美国家生活过的，绝对没有。如果有的话，他绝对不会这样说。没有真正深入，比如说像在欧洲、在德国的生活，在德国，比如说坐火车出行，你觉得方便吗？不是晚点就是取消，或者空调也不工作了。我那天37、8度的时候，连空调都没有，我整整坐了9个多小时，400多公里，坐了9个多小时的火车，差点中暑了。然后这位所谓的网友说啊，这个嘉宾我关注了很久了，越来越讨厌他德国之士。我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的世界观与我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不喜欢你讨厌我，我觉得是正常的啊。所以你跑到这个频道来了，也是正常的。这个人说啊，以为回广西老家定居了，原来又跑回德国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根本就像这个频道的一些网友啊，乱喷的，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说了些什么，我的频道到底说了些什么，我的人在哪里，根本不知道。比如说上个礼拜或者10天前我在德国，对吧？但现在你们看我的背景，我在哪里？这位网友还说啊，以为回广西老家定居了，原来又跑回德国了。这里是德国吗？还用我说吗？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啊，好多他下面这所谓网友的评论啊，都是一些屁话、废话、放屁样，臭得很。因为评论很多很多，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看了几条，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我截图了。这个人说啊，小哥也就是北京小叔，小哥频道观众认知都很高，大家一看这个嘉宾都知道，这个嘉宾认知的肤浅，在德国生活30多年，居然连手机都用国货，这点都能看出很多了。哈哈哈，他适合回国，回去吧。德国人的悲观是西方人看自己政府都有各种问题，朝鲜最幸福最乐观呀，这种认知层次适合强国。这位所谓的网友他说，在德国生活30多年，居然连手机都用国货，这句话反映出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阴暗心理。就说他非常看不起中国，那么既然这样，他还用中文干嘛呢？难道我出国一定要用德国手机吗？我请问，德国有自己的手机吗？连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弄不懂，然后呢，以这句话居然连手机都用国货来怼我，我真的是对这种人的认知哑口无言。难道用国货就很 low 了吗？
难道你出国或者你在国内一定要用外国手机吗？我就支持国货，怎么样？我就想在海外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海外华人，难道这一点有错吗？好的，朋友们，因为我现在用这个华为手机来摄像，所以呢，等一下我再用另外一只华为手机来拍摄我现在这只华为手机是什么款式。说我现在还用国货手机就能看出了很多啦，就是说可能他认为啊，我在德国非常穷啊，连外国贵的手机用不起。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用这只华为手机，可以说要比在世界上所有的95%的手机都贵，你明白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我现在使用的一款华为手机 Mate X5，大家看，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的频道，对吧？德国知识的频道。好，等一下我把它的那个保护套把它取下，也给大家看看。大家看看了，这里是不是华为？华为的 X5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啊。就是呢，有些人他在小树 TV 或者北同的频道下面，这些网友有几个说我到德国了，到了国外还用中国产品，还用中国手机，是不是我的经济出了状况？难道到了国外一定要用外国产品吗？一定要用你们美国爸爸、德国爸爸的他们的手机吗？可是德国他自己不制造手机啊，除了苹果、三星，德国人都用中国的，因为没有其他国家的了。比如说小米、荣耀，还有一些华为、vivo、OPPO 等等。我也用华为手机自豪啊，因为华为手机确实很不错。另外，我是自愿的支持华为，就是因为你们美国爸爸制裁华为，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支持它，即使它贵一点，我也支持它。你看多棒呀！这不是刚才那位啊，这是另外一位，在德国生活了30年，买什么东西都偏爱国产的，这说明一个人的经济状况。这种人还是回国好。我告诉你，我就以用国货为荣，难道这对你来说就羞耻了吗？在国外就不能用国产的东西了吗？还说偏爱用国产的，说明这个人的经济状况。不看我频道，肯定你不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在德国根本不算差，对吧？不用我说什么，网友们也知道我在科隆有多少套房子，对不对？虽然我还没有实现财富自由，但是我觉得我的经济状况至少秒杀大部分德国人。我用国产货，用中国货，那就说明我以中国为荣啊。难道这也是种错吗？好在呢，这个竹子叔叔说，不买国产货买什么？电器现在日本货都是中国造，小家电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造？挂个德国牌子就是德国造吗？看这频道的都是这么无知吗？然后另外网友说，还真没看到过德国造手机，确实没有啊，德国自己根本就没有这种制造产业，手机早就没有了，可能20年前还有西门子手机，但是现在全都没有了。你说我想用德国货能用吗？所以啊，对这些人的认知，我真的是只能摇头了啊。还有这个更搞笑，听到说一定用国产手机，我就关了，不知道他出国干嘛。好，对这样的认知，对这样的逻辑，我真的弄不懂，是什么样的人啊？我都不知道，看北同的或看小树 TV 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难道用国产手机就那么 low 吗？还说就关掉了？难道出国了就只能用外国手机了？同样的道理，前面就说了，前面我发现有几个人都认为啊，我用国产手机就特别掉价，一定要用外国的啊。你们不知道，在国外，华为手机在很多人来说是代表技术革新以及高端，否则为什么美国会制裁它呢？但凡用过华为手机的人都知道，华为手机的技术有多好，而且就是因为美国对华为制裁，所以我坚决直到现在还坚持用华为手机，是一种来自我内心的坚持以及支持。难道这点有错吗？难道只有卖国才对吗？还有另外网友说，不去批评俄罗斯，却责备德国、乌克兰。然后这个人说，天朝的观点，对的，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弄清前因后果。
为什么有俄罗斯去所谓的侵略乌克兰？你们这些人的脑筋是浆糊的吗？你们知道北约5次东扩吗？扩到人家俄罗斯的家门口，你们知道吗？那为什么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不去打其他国家？它周围有很多很多国家呀。其他不用说，因为这些人脑子与我不一样。我们看这位网友 ，OK do it now， 我也在德国10几年了，跟之是感同身受。评论里看到不少人在吹捧德国的，真是无法理解。这2个人就坐不住了，然后就挖苦刚才这位楼主啊。他说啊，刷盘子刷10几年也够苦的了，你怎么知道人家在德国刷盘子呢？也许人家做白领呢、金领呢。然后另外一个人，他说不过的时候、没理的时候，就说请立即回中共国。说这种话的人，不是1450，就是那些反贼。在与小叔交谈当中，他问过我今后呢养老的问题，想不想去东南亚国家？我当时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跟小叔说，不，我肯定回中国，而且回广西我的老家。因为对我来说，去东南亚可能气候也差不多，对吧？但是在东南亚，我是个老外，比如说泰语对我来说也是外语啊。我与其去东南亚，为何我不回老家？我的老家那么美丽的地方，空气也那么好，我有自己的房产，有这么美丽的风景，难道我一定要去什么东南亚去受苦吗？对我来说是去受苦啊。好了，你们看，这位楼主说，桂林和中国南方气候环境确实比东南亚好，而且还没有语言障碍，去泰国、马来西亚等还不如桂林和南方呢。赞成。所以这个人呢，他的观点与我比较相似。可是下面啊，我们看，特别是这位李平孙4279这位人，他说气候环境比东南亚好，你考虑过空气污染吗？到这里我想说，这里有空气污染吗？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重工业，只有一些轻工业，哪里有空气污染？从来就没有。青山绿水，你们自己看，这是空气污染？什么考虑水污染吗？我们这里也没有水污染。你们不知道吗？广西啊，它的水在全中国是排第1名的。全中国我没记错的话，100个水源最好的地方，广西就有29个。我可以告诉你们啊，因为我去过，真的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污染没有这个人想象那么严重。我觉得这种人啊，总是把中国一切都想象得特别特别的糟糕，把一个独立事件然后放大到整个中国，就这样的人。好，比如说考虑到食品污染吗？然后最近的甘肃铅中毒事件，这个好像是在一家幼儿园，但是发生在一个幼儿园的事件，等同于整个中国吗？像这样的人，老是用显微镜把中国一点点的毛病放大成全中国的毛病，以点带面，完全无视。比如说我在德国，还有在西方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是视而不见的。在与小叔对话视频当中，小叔问我，你觉得德国摄像头怎么样？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对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赞成多安装一些摄像头，因为如果你不违法，如果在公共场合，你为什么怕那个摄像头呢？因为摄像头会震慑一些想犯罪的人，所以呢，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安全。所以我赞成。你看，这位楼主说，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那么缺乏安全感，那么需要摄像头。因为我在德国知道，就因为缺少摄像头，所以治安很差，有些案件根本破不了，甚至有些是强奸、杀人的，破不了案，变成了无头案。一个是没有摄像头，抓不到证据；另外一个呢，警方的办事效率太低了。好在有个网友他说，我在国外生活30多年，如果你不小心走入治安不好地区，你能活得出来就已经很幸运了。什么隐私、人身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这位跟帖的人，我觉得他不是生活在德国，他在海外生活了30多年，可能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所以呢，他感同身受。比如说生活在南非啊，或者生活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就非常非常不安全了。我认为可能在巴西或者是南非，他才这么描述的。接下来还是关于安全的问题。德国治安确实不如以前，只能说德国黄金时期已经过了。
很多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德国朋友跟这位知识观点差不多，只能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看，我的观点就跟许多德国人在中国生活多年那些德国人的观点是类似的，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观察德国社会是正确的，对不对？否则那些在中国多年生活的德国人为什么会跟我的观点一致呢？难道他们都认识我，被我洗脑了？这位 Oh my God 的网友说啊，疫情以后，世界很多国家经济治安都差很多，这是可以讨论表达。但他说没有地方比国内好，这就很好笑了。我不知道他这30年是不是没怎么看国外媒体，只自个爬回墙内相信抖音、小红书。我祝福他尽快回到中国，享受他的安全和美好，带外币回国帮助经济，国家会感谢他的。这位网友，我想告诉你，我这些年呀，一直来来回回在中国、德国之间奔走，完全自由。而且就因为我做这个频道，德国知识这个频道，我每天都在看德国以及西方的新闻报道，而且我很少看国内，比如说小红书，我几乎都是看国外的。所以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我比你更有权利、更有资格说国外的东西。对啊，我的切身体会就是，也许啊，中国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我在其他视频当中提到过，也许新加坡的治安比中国好。除此之外，治安比中国好的，我绝对再找不出第二个了。你们说还有哪个？当然，看北童这个频道的人，他们世界观与我频道的世界观肯定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认知与我认知不同，也不奇怪啊。他这样的留言，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同样，在这个节目下面，有不少的他的网友留言说，像德国之士这样的人，像这个老粉红，他为什么还待在德国呢？他不是好几年前说就要放弃德国国籍回中国了吗？为什么他现在还赖在德国？因为你没有看我的频道，你不知道我这几年发生了什么，对吧？而我说放弃德国国籍，我不是口上说啊，我已经行动了。所以我在这里重复一次，让这些人也懂得，如果他们过来看的话，今年2月，我已经通过第2次审查，我把所有的材料都上交了，都通过审查了。而现在我的材料已经通过中国对外领事馆，把它发送到国内，发送到北京的中国移民局，现在正在等待审批的阶段，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年时间。也就是说，我还需要等待1年大半左右，到2027年某个时候，也许有分晓了。而且另外一个，我在德国生活了31年，工作了、交税了15年，我对德国做出了贡献。我的家庭在德国，我的房产在德国，我的社保在德国。你说我能够马上说今天放弃就马上能够放弃吗？马上能够搬回中国吗？我只是说了，我退休以后想回到中国来养老，而不是说马上。每个人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说你不喜欢，你抱怨那个国家，指出那个国家的问题，你就得马上离开那个国家，就得马上滚蛋。这样的逻辑是不是有点武断？就像有不少这个北童这个小书 TV 的网友啊，他们就是典型的恨国党，或者1450，或者那些什么，反正仇恨中国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与其一天到晚与中国过不去，如果你还在中国大陆，你为什么不滚出中国呢？跑到国外去，润到国外去。如果你去不了，那你就好好待在国内，你抱怨也没有，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能力。也许你是眼红我，因为呢，我想回中国就回中国，我想去国外就去国外。你看我多自由，因为这是我的本事，而你没有。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